大家好我有一个PowerPoint 想跟大家分享，所以让我来 share 这个 screen 所以请大家稍后请大家想想看我和我孩子的关系如何呢？好，所以请你想一想，想到我的孩子的时候，我心里会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会是担心吗？担心他的工作、他的婚姻，或者是他的小孩，我会难过吗？难过他好久都没有来看我了。我会伤心吗？因为可能我跟他中间有冲突，他说了什么话或做了什么事让我很伤心。还是我很快乐？我想到我孩子就很快乐。那我今天呢，会请大家来看两个例子。我想用这两个例子来说明一些亲子关系的模式那首先呢，我们请大家来看 Mom and Jason。Jason 怎么这么晚了还没睡 ？Jason 怎么这么晚了还没睡？怎么这么晚了还没睡 ？Leave me alone. Leave you alone？ 你怎么可以这样跟妈妈说话？是你自己要搬回来跟我们住的。It's only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Pandemic？ 那你姐姐为什么就不用？你看看你姐姐在 Google 上班，工作稳，薪水又高。你看看你都28岁了，工作有一搭没一搭的。你姐姐说我太宠你了，我们就是太宠你了。Whatever. Whatever。我今天就是要跟你把话讲清楚。你去给我找一份像样的工作，稳定的工作。我不能让你在家里一辈子，在家里当啃老族，我要养你一辈子啊。Fine, I'll move to my friend's place tomorrow. 所以很谢谢 Melody 跟他的儿子的精彩演出我希望你们听得清楚。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妈妈跟孩子的这个互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妈妈呢担心很多怎么这么晚了还没睡？担心她的生活是不是？都28岁了，工作还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她担心她的工作。你去给我找一个像样的稳定的工作他管得很多同时呢，这个妈妈她的态度是有些轻蔑的，是不是？而且呢，还把这个孩子跟另外一个孩子比较你看看你姐姐在 Google 上班，薪水高，工作又稳定，你呢？那我们看这孩子的态度不耐烦，是不是 ？Leave me alone, whatever， 对不对？然后到后来逼急了，他就叛逆了。OK， 你不高兴，那我就搬家，是不是？所以像这种妈妈管得很多，孩子很不耐烦的这种互动的模式就是我们在心理学所讲的 enmeshed relationship 一个纠结的关系，就是父母过度的介入孩子的生活好像带这个28岁的孩子像带8岁的孩子一样但事实上我们不要忘记了，孩子他成年了以后，其实他有他的自主权如果当父母不尊重孩子的自主权的时候呢，孩子呢，他可能很害怕，好像被吃掉或者是被侵略的那种感觉。所以呢，他会有2个反应，一个反应他会叛逆他就像刚刚 Jason 一样或者呢，也许他选择百依百顺但问题呢，他可能就会失去自我他没有主见，他凡事呢都靠爸爸妈妈做主，他会变成过度的依赖父母所以也许就变成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我们来听听这个女儿 Helen 的心声。
My mom was always busy when I was a kid. She was busy with her work, busy with house chores, and busy taking care of my grandparents and my brothers. I'm the middle child between the two boys. Mom definitely spent more time with my brothers than with me. She likes them better. Nobody cares about me. I'm 32. I wish there was some guy out there for me. But I'm always so insecure in my relationship that I'm missing out. Maybe I'm just not worthy to be loved. 我们来看看啊，这女儿 Helen 她有什么感觉？看起来她感觉不被爱哈。Mom was always busy, busy, busy， 对不对？妈妈们忙着上班啊，忙着做家事，忙着照顾爷爷奶奶，忙着照顾哥哥跟弟弟哈。这个 Helen 她是老二，对不对？她会觉得 Mom spend more time with my brothers than with me. Mom likes them better. 妈妈比较喜欢我的哥哥和我的弟弟。Nobody cares about me. 我觉得没有人爱我。如果孩子有这样感觉的话，他可能呢就会有自卑感。Maybe I'm just not worthy to be loved. 当孩子有这样感觉的时候，他在交友的时候，可能呢他就会缺乏安全感。I'm always so insecure in my relationship that I'm messing it up. 他缺乏安全感，所以在关系上就会患得患失，以至于呢有的时候就会把关系搞得一团糟。那这种关系哈，就当父母很少对孩子表达关爱的时候呢，这种关系叫做 disengaged relationship， 疏离的关系。所以这关系跟上面一个刚好相反，上面一个纠结的关系就是关系太近，以至于纠缠不清。这个关系呢是关系太远，以至于叫漠不关心。所以当孩子觉得父母漠不关心的时候，那孩子就会很害怕被丢弃。那他呢可能会有自卑感和缺乏安全感，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他呢很难跟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在一个健全的关系不是很近到纠缠不清，也不是很远以至于漠不关心，而是一个适中的，就是父母一方面表达对孩子的关心，但一方面尊重他的自主权。所以这关爱和尊重，其实这个中间的拿捏其实蛮 tricky 的哈，因为如果我们过度的关爱，可能会变成不尊重；但如果我们过度的尊重，可能会显得不关爱哈。所以呢，关爱跟尊重需要兼顾哈。如果能做到这样的话，孩子就会有自信，他能够自主，他能够自立哈。然后呢，他可以爱自己，他能够爱别人，他能够与人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三种就是基本的亲子关系的模式。纠结的关系，关系太近了，以至于纠缠不清；疏离的关系，关系太远了，显得漠不关心；或者是健全的关系，没有不过，也没有不及，是关爱跟这个尊重兼顾的。所以想请问你们那你们问问看自己，我和我的孩子是属于哪一种关系的模式呢？那再想想看，我在我孩子的那个年龄的时候就是20-30岁年轻的时候，那我和我的父母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那请问我和我孩子的关系，我和我父母的关系，这两种关系有相似吗？
或者相反。其实心理学家发现常常我们跟我们父母的关系常常是变成我们跟孩子关系的一个 template， 好像一个蓝图或者一个模型。父母跟我的关系纠缠不清，我们常常会不知不觉就会跟我们的孩子关系纠缠不清。也就是说，同样的亲子的关系模式，很可能是一代传一代，生命影响生命。我们现在来谈一下就是中国的父母好像呢有一些特性有些父母会说，孩子是我的命根子是不是有人家会这样说？这什么意思呢？想想看，那意思是说，如果没有了孩子，我也就不要活了吗？是不是说我为他活，这样子是对的吗？或者有些父母会觉得孩子是我的延伸，你要好好努力，不要让我丢脸。好像他活着就是要让我扬眉吐气，这样子是对的吗？所以尤其是在美国因为美国的小孩子是强调独立自主的，对不对？他要为他自己活。当我们有这个概念的时候，你要好好努力，不要让我丢脸。他就会跟我们说I don't want to be a trophy, OK？ 我不是你的奖杯，对不对？我不是领奖然后让你来很光耀的，是不是？ I am not your trophy。 所以这种我为我孩子活，或者我孩子为我活，这种就是一个纠结的关系。好，下面呢，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个观念叫做 boundary， 就是界限不过界限在地理界限其实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我跟我邻居中间有个界限有的时候是用篱笆隔起来的那也就是说，我负责我的地盘嘛OK， 那我邻居负责他的地盘，对不对？所以呢，界限清楚。我呢不会去他家去割他的草。他要到我家的话，那他要进我们家门的话，他要敲敲门要看我让不让他进来，对不对？所以呢，这个非常的清楚，责任非常的清楚。其实人跟人之间也应该要有界限就是所谓的心理界限，就是说我为我的责任负责，他为他的责任负责。我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为我的选择负责，我为我怎么感觉、怎么想、怎么做负责。他呢，为他的选择负责，他怎么感觉、他怎么想、他怎么做是他的责任。我不能为他做选择，我也不能强迫他跟我有同样的感觉、有同样的想法。做同样的事，我是我，他是他，责任清楚，界限分明，这个就是一个健康的心理界限。但如果说是我是他，我为他活，他是我，他为我活，那就变成一个纠结的关系。我为他活。如果是我为他的责任负责，对不对？我帮他选择，对不对？我强迫他要怎么感觉，应该要怎么想，要怎么做。我把他的事当成我的事，我主导他的生活，我不尊重他的自主权，我甚至不愿意听他说不。这种父母，也许孩子就会说，这种的父母是 control freaks 控制狂。甚至呢，父母会 expect 会期待孩子。是我，他为我活，
他的成功是我的荣耀，他的失败是我的耻辱。所以孩子失败的时候，也许我们父母比孩子更难受，因为我们觉得很丢脸。这个就是一个纠结的关系。这里是几个纠结关系的例子哈。这个爷爷哈帮孙子递这个求职书哈，或者呢爸爸帮这个孩子去大学的新生报到。所以呢，有一所大学在新生报到的时候，他有这个牌子哈，他说：“请家长就此放手，让孩子独立行走。”跟孩子建立健全的关系，第一个原则其实就是尊重哈，尊重他的人生，尊重这个心理界限啊，让他为他自己活啊，让孩子独立行走，为自己负责。孩子的成功是他的成功，我为他快乐。孩子失败呀，是他的失败，但我让他从错误中成长学习。我不要怕孩子失败，因为失败是一个学习的机会。那父母，我们也让我们为自己活哈，我们要好好照顾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身心灵健康，是不是？不要老是担心我们的孩子啊，我们要规划我们自己的人生。所以当然这个尊重有的时候呢，对我们这个好像尤其是我们这个台湾来的父母，好像觉得有一点奇怪哈，因为我觉得应该是孩子尊重父母啊，怎么会让父母尊重孩子呢？但其实这个尊重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尊重他的人生，因为这是孩子的人生，不是我的人生。他要为他的人生做决定，我不能为他的人生做决定啊。他要为他的人生决定负责，我不能为他的人生负责。而且其实跟孩子建立关系哈，其实不只是一个沟通的技巧，其实是一个心态的改变啊。事实上是一个整个生命的改变，是用我的生命来影响孩子的生命。如果我要孩子尊重，我就要尊重孩子；如果我要孩子听我说，我就要听孩子说；如果我要孩子为我着想，我就要为孩子着想。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哈，在一个健全的关系的时候，这个妈妈跟孩子的互动就是什么样子呢？ Jason，啊？哦，妈咪有一件事情想要跟你谈一下。Can you give me 15 minutes? 好，那我15分钟以后再来哈。OK。妈咪想要跟你谈一下，今年你爸爸跟我打算要退休了。那退休之后，我们打算回台湾照顾爷爷奶奶几个月，然后之后又想说去到处玩玩，享受一下退休生活。可是现在又有点担心，你是不是还需要我们帮忙呢I want you and Dad to enjoy your life. So don't worry about it. I just need a place to stay for a few months until the pandemic is under control. 哦，那你有什么计划呢？ I'm not sure yet. I'm thinking about a musical project, I think. 你在 music 方面是很有 talent 的 ，Yeah. Yeah, but the income is unstable and it gets really difficult during the pandemic. I kind of want to give up sometimes, but I don't know. Yeah. I really love it, but yeah, I want to give it a try for at least a few more years. 如果你真的想试试，那就 go ahead。不过你要是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想要帮助你。可是我们也要考虑以后我们退休之后的生活。
Yeah, I understand. I guess I can get a side gig to pay for the bills right now. I can pay you rent too if you need it, or I can pay you back later. 谢谢你考量我们的难处。那我跟你爸爸再找个时间跟你谈谈 finance 方面的事情，好吗？ Okay. 好，那我希望你的那个 music project 你可以 work on it and work it out successfully. Okay, good luck. Thanks, Mom. Okay, all right, good night. 好，good. 这个妈妈，你看她有没有看到她的尊重哈？对孩子的尊重，她尊重他的时间跟空间哈。她说有一件事情想和你谈一谈哈，什么时候有空？所以呢，不是呢，不管孩子在做什么，就碰一下就冲进去跟他讲，甚至更糟糕的是，如果在气头上开始想到一件事就开始大骂哈，那就更糟糕了。同时，不但他尊重孩子的时间跟空间，他尊重更重要的，他尊重他的人生，是不是？让他为他自己活，让他做他自己的选择。如果你想尝试 ，Go ahead。你在 music 方面是很 talented， 是不是？那给他鼓励。同时呢，这个妈妈也让他为他自己活，对不对？他有他退休的计划。所以一方面呢，他跟孩子说，你在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想帮助你。但另外一方面，只是我们也要考虑我们退休后的生活。一方面我们想帮助你，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让我们自己活。对不起，让我为我自己活。OK， 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心理界限。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尊重跟关爱兼顾哈。一方面我们爱你，我们担心你，但是我尊重你的选择，因为那是你的人生，我让你为你自己活。那我们就看到孩子会是什么态度？孩子就学会自主自立。I can get a side gig to pay for the bill。我可以兼差。I can pay you rent。我可以付房租。Or I can pay you back。或者我向你借钱，我还钱，对不对？所以在财务上也可以责任清楚。好，所以呢，上头我讲的是属于一个纠结的关系，然后怎么样避免这纠结的关系呢？就是要很多的尊重啊。那下面呢，我们来谈另外一个关系哈，就是说有些父母呢其实还是可能很多父母只注重孩子物质上的需要，而忽略孩子心灵上的需要。所以呢，很多父母呢，忙碌碌哈，忙着挣钱，希望给孩子一个舒适的生活哈。那但孩子会说，觉得说你不爱我哈。那父母就说啊，我为你这个辛苦劳碌，你还说我不爱你。但事实上，对孩子来说，也许对他们有的时候心理上的需要更重要。所以当父母很少对孩子表达关爱的时候，那这个呢就是疏离的关系了，对不对？关系太远，好像漠不关心。所以呢，那孩子呢就会害怕被丢弃，他会有自卑，会缺乏安全感。所以在一个健全的关系上，你看这两个圈圈哈，它是有连结的。它是有关爱在的，对不对？我爱他，我关心他心里的需要，他爱我，他可以跟我建立一个亲密安全的关系。那所以如何跟孩子建立健全的关系？刚刚说第一个是尊重，第二个就是爱，要关心他心灵的需要。怎么样关心他心灵的需要呢？其实就是倾听和了解哈。所以我们的父母常常说的很多，听的很少。其实听比说更重要哈。倾听就是爱，跟孩子建立这个
亲子建立健全的关系哈，不只是沟通上的技巧，而是心态的转变，甚至是一个生命的转变啊。用我的生命影响孩子的生命。如果你希望孩子能够找到一个好的伴侣哈，跟这个伴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其实我就要跟孩子有这个亲密的关系。如果我要孩子爱人，我就要爱孩子；如果我要孩子了解人，我就要了解孩子；如果我要孩子听人说，我就要听孩子说。大家可以问自己哈，我有关心孩子心灵的需要吗？那如果没有，那怎么办呢？这里有一个 quote 哈，我很喜欢，在这里说，我们一生都在等父母说出对不起，而父母一生都在等我们说谢谢。最终呢，我们谁都没有等到自己想要的。所以，是不是我们一生都在等我们的孩子跟我们说谢谢呢？那是不是也许我们的孩子一生都在等我们跟他说对不起？所以，如果你觉得对孩子也许有些地方做得不够好啊，其实不要怕跟他说对不起啊，修复关系永远不晚。好，现在我们来看 Helen 的例子哈，还记得 Helen 吗？好 ，Helen 就是妈妈太忙了哈，Helen 不感觉到被爱哈。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Helen 的妈妈如何尝试着表达她的关爱，尝试修复这个关系。谢谢你 Helen， 这次我开刀，多亏你回家来照顾我。Not a problem. 你从小就听话懂事，从来不需要我操心。Really? 有什么心事吗？可以告诉我哦。I don't think you like me. 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I don't remember you spend lots of time with me. 啊，我那个时候是忙，你哥哥和你弟弟又调皮捣蛋，让我操好多心，可能是把你给忽略了。Helen， 对不起，在你小的时候，我没有很多时间照顾你，但妈妈是爱你的。I love you too, Mom. 很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妈妈啊，她是有关心孩子的需要，倾听了解，对不对？因为她说你有什么心事可以告诉我 ，OK， 所以她愿意倾听了解。当 Helen 说I don't think you like me 我不认为你喜欢我，这妈妈没有说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我这个辛苦劳碌，你怎么还说我不爱你啊？妈妈说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她愿意倾听了解。然后妈妈说对不起，在你小的时候，我没有很多时间照顾你。但妈妈是爱你的，所以呢，她勇敢的说对不起，修复关系永远不晚。所以这个呢，我们做一个总结啊，跟子女建立健全的关系哈，不只是沟通上的技巧，而是心态的改变或者生命的改变。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影响孩子的生命。如果我们希望他尊重我，我就要尊重他；如果我们希望他爱人，我们就要爱他。我们尊重他，尊重他人生的决定、心理界限。
让他为他自己活，让我为我自己活。爱他，关心他心灵的需要，倾听、了解，而且修复关系，永远不晚。跟大家共勉。